本节目由新行政电动旗舰蓝图追光 PHEV 冠名播出。今天早晨做一个梦，那天凌晨4点钟做一个梦，梦见这个俄国从俄罗斯边境跟这个白俄边境入侵乌克兰。为什么我就把当个事儿呢？因为呢，头天呢我正好想这个事儿，我想的那个结论吧是，普京绝对不会这么干。所以我早上我起来我就记了一笔，看第二篇。我这你要信梦的人，你该说我有预言呢。我开车了，我不能喝。真不要我看。你来一点，我来一点，我看这酒挺好。那你就叫代驾吧。我还那个我这么问啊，就是因为咱们已经拍了一点了，你们甚至是不是还试着剪了剪吗？没事 ，OK。现在还没有开始这么剪，让我们拍快速。觉得仍然有希望是吗？不叫仍然有希望。我就不太知道，就是对，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就是我们都看到了，不能说久违吧，就是非常稀缺的那种沟通方式，逻辑性、思考性的沟通方式，这个是有价值的。对你的感受我完全能接受啊，就我几乎就这几张想到，问题就是说你呈现给那个公众的时候，就是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公众已经不习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稍微特殊点儿，这是那个不行，这是我也让1号跟大家说了，就是说不愿意被拍的，就今天就不来了，我下周再安排剪。那你们都来了，就说你们不是特别在意，是吧？还说你们时间不知道，知道。 OK， 好。常尔，我想跟您再就是多说一下我的那个论文里边那个框架的详细的一些要点。我是想讲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分析法或者说分析这个词是一个不断变化当中的一个途径。这个析字儿里边那个金是古代的一种工具，它的这个用法呢，主要是对木材一层一层沿着那个纹理进行加工。我们现在汉语里还会再用到了金金齐鸣和斤斤计较
这两个字都点出了一个细碎还有精微的这样一个意象。然后 analysis 这个词呢，在古希腊语呢，它可以用于描述从超自然的魔法，就是指这个去除魔法状态，一直到古希腊意义上的这医学科学解决问题。总体的色彩就是一个更加积极的，就是赋予探索或者说摆脱某些不良的状态这样一些意思。如果从概念层面来考虑，分析呢，在柏拉图那里正式成为了一个方法概念。那笛卡尔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科学当中借来的这个力学方法、机械方法，就把分析从一个具体的方法变成一个方法论的纲领。它就是要求要把所有的事物都尽可能分成小的部分，小到一下子就能清楚明白的洞察其本质。这就等于是科学的方法就介入到这个哲学的思考当中。那我们现在汉语里头，当我们说我们去分析，就是尤其是进入到概念里面，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分析一下，好像就跟我们把这个东西理解一下那个意思差不多。是一个从不明晰到明晰的过程，但是分析的话，如何构成理解？分析和理解是怎么样去联系在一起了？这一块我还没有太想得太明白，还在想。OK，不一定啊，就是说，就像我说，这都是你临时问我，临时这么想，你也不用特拘泥，明显的嘛，就是分解呀、分析呀，是通向理解的一条很主要的道路嘛，是吧？你就说一个好奇好动的男孩，一看到钟表。他就觉得奇怪，这玩意儿是吧？滴答滴答的往这走，那他怎么明白的呢？很明显，一拆开就知道哪个带哪个动，哪个带哪个动，他就理解了。但是呢，从这儿能不能就一般的推论出，我们只要对机制掌握的更多，就对它的用你话说，就对它的是什么了解的更多呢？那么我相信大多数人这么推论的。是科学。对，我不知道，三言两语能不能说清楚？我甚至都不知道那论文能不能把它说清楚。这是个啥事儿呢？你说这孩子把钟表分解了之后呢，理解了钟表，但是呢，你能说他就理解时间了吗？是吧？再比如说，现在呢，我们都在讲那个意识分析，是吧？就我们都在研究意识，那就是汗牛充栋，就天天有论文，年年有，就是我过我的手有几十本书。这些书呢，整体上呢就有那么一种倾向，就认为就是要通过对大脑神经科学大量的精力去投入，努力解释意识，是吧？那么是不是真的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能够理解意识呢？我没有想说 yes or no， 这是一个大的想法。如果我们从头就否定它呢，我觉得是站不住的，分解就无助于理解。我觉得这站不住。我觉得出问题的在中间这一跳，就前面的事实成立，但能不能就达到分析的钟表理解时间，弄清楚神经就理解意识？我个人认为不是。但是呢，反对这种科学主义呢，往往就取了那种从头否定那种理解，所以就老谈不清。这是我个人看法。这个说到这儿，我倒有个延伸的想法，这个我顺便说，这完全跟主题无关。恰恰我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哈，就这个用法这个概念有意思呢，就是因为哲学讨论呢也差不多是这样，它不是那种数学讨论，就最后能够说明谁对谁错，而是说呢一个东西呢它比较有道理，那个东西呢它也那个相反的意见呢它也有道理，你懂我意思吗？就比这更重要的呢，就是他在想那个事儿，你在想这个事儿，懂吗？所以呢，就是哲学是很难短兵相接的。所以我们开一个会，开一个哲学研讨会，给我15分钟念我的 paper， 给你5分钟评论，那就是在开玩笑。我不说嘛，哲学你最后得写本书，
是吧？好，这我不多说了，再说没完了。开到现在我还挺兴奋的，就是从他展示了就是您这样的学者对话的样貌。对，包括思维的精度和准确，概念的澄清，是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咱们已经攒了不少那个 footage 了哈。那个就是你们这剪出一个样片还挺有信心的，是吗？有信心。然后那是非常好。按照我现在的确就是一般这么理解的，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老的那种，我说的就是仍然对这个智力啊的这种智性的对话感兴趣的人，实际上非常多啊，从绝对数来说。但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媒体形式呢，就它落不下来，因为它一落到那个互联网上。就是被这个 yes or no 就淹没掉了。因为你不管讲多复杂，多有意思，那如果我从 yes or no 来讲，这也不就一 yes or no， 挺额还是不？但是我们的 yes or no 肯定不是在挺额和挺污上，我觉得落到观众的角度上来讲是，这套思维的逻辑原则如何作用于我的生活。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也一直在想的事，但是呢，是有点难度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要考虑好多事儿。我先只说其中一点，是因为大多数的人呢，他呢不是去思想的，他是去生活和正生活的。就是你不能要求他求真，他虽然识字了，他虽然何如了，但是呢，他就是忙着要去干他的事儿，所以其他事儿他就是去有个意见就完了。对，其实我特别好奇，当年这个就是那些希腊人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对，就最早的这些，他们是什么样的？其实从那个启蒙时代的时候呢，那些启蒙思想家他想的是那样子的，就是说呢，他是有理性的，这个群众呢是有潜在的理性的，所以这启蒙嘛，换句话说呢，他在这儿，群众在这儿，但是以后的趋势呢是道，他能行，这个是一种，就是说。悲观的呢，就是群众永远是群众 ，the few and the many， 这个区别是永恒的。那群众在说话是主要的嘛？那你要么就变成一个群众来说话，要么你说话没人听。就是按这个近几十年或者近半个世纪的这个趋势呢，你觉得好像第二种更像。对。因为知道你跟他还挺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意为他写个什么文章什么之类的。香龙在学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既做现象学又做中国哲学，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头，这种人本来就不多，
所以还是比较震惊。香龙跟我的关系是不错，我对他也有些了解，不过你要是说写这么一个悼文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请别人写更好。就是他有很多跟他很密的学生，对他的情况可能要比我了解的好得多。如果你要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反正你想好了，你再跟我说。张毅老师，我是想做 empathy 的那种概念嘛，就是一个共情、同情或者移情的问题。在开始阐述这个概念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就我做这个的原因。也就是上一年我认识的一个学姐，她说如果我没有找到好工作，那么我的研究生就是白学了。然后我就告诉她，她犯了一个逻辑的谬误嘛，比如说如果天下雨，地就一定会湿。但是这种就是如果天不下雨，地就一定不会湿，很显然是一个逻辑的谬误吧。然后他也承认，就是说他的逻辑是谬误的，然后但是他觉得这并不能改变他的想法和感受。而且有一些我认识的同学吧，他不太愿意就是接受这种逻辑的分析，他觉得很烦，然后他也不愿意跟我聊天，反而比较相信就是那种塔罗牌命运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是理解他人吧，是一件很无力的事情。然后我就想着，如果我更好的理解了移情概念之后，会不会有助于改变别人的认知吧？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可行不可行，就是这个。对，可行不可行呢？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我没有特别听出，就在这里面你要做什么。我关心的是这种移情的结构，就是以胡塞尔为基础，对他的反驳来做。OK， 哎呀，你再说一遍。我是准备就是以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就是这个同感概念的分析吧，以反驳它为基础，就是它的类比统治中的一些面临的一些矛盾吧。对。OK， 这当然听起来是挺好，但呢，有的呢是那样。有的题目呢，我是不管它对还错的，你就做你的是吧？但这个题目呢，我稍微有点犹豫，因为胡塞尔，你那么读2篇胡塞尔，你就看出他错来了。没有，我只是看了几个文献对于胡塞尔的批判。不，那可能啊，就可能你对胡塞尔错。但是呢，这就变成了一个相当学术性的工作了。就我呢，跟你们想法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啊，王毅啊。我觉得呢，硕士一共3年，头1年是要上课，要交朋友，我不是说交男朋友，要这个。后1年呢，你要找工作或者考博是吧？这3年掐头气稳的，剩1年多一点。你说1年能做多大意思？我去年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呀？
我就根本就不认为硕士论文应该写2年，本来就应该半年写成。我说句可能会伤着你的话，你不要以为你的硕士论文除了导师之外谁会去看，就是这样。你会有那么多好书放着，我怎么会去读一个硕士论文呢？你干嘛要说有2年我就把2年都用在硕士论文上？你说，从那个老年人看，不觉得可惜啊？不，我们说没什么太错吧？可能就我政治上全都不正确，但是这事实这个摆在那儿啊！我说诸位硕士生，甚至包括博士生，所以你就是要想。我怎么用最短的时间、最清楚的写一篇能通过的论文？这样呢，我就有时间去爬山、谈恋爱和好好读书。谢谢老师。把精力用在这个翻来覆去的弄一遍硕士论文，我觉得真是挺可悲的，而且就是错误的。哎，刘海英老师吗？哎，我是对，我是陈家印，对，对，我马上就到东门，好吗？东门方便吧？哎，好，哎，好，我马上到，哎，好，谢谢。接着谈2个小问题。本学期其实读那个威廉斯的那个真理真诚，我觉得我收获挺大，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求真嘛。他希望通过求真这个概念，然后去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求真是为了不要被蒙蔽，然后我们要去探寻我们的信念的真实理由是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他就不会把自由都像我们之前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天赋人权啊，或者等等啥的。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求真它背后一个预设，它就是人是理性的。你看，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这种生活信念呐、或者生活的方式啊，它是处在理性之外的。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面那个慕容复，他出生之后就是有个目标，要复兴我的燕国。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他很理性，但是他对整个目标，他其实很难通过理性去反思。一旦你看他最后这个目标不能达成之后，他就疯了，等于就是他的理性在这里崩溃了。这好像就会涉及到我们的求真，你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跟我们的这种生活整体的意义相关联？这个我不知道陈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觉得你开什么玩笑？你说你有个小问题是吧？对，到底什么是理性的？什么呢？这当然就牵扯到对理性的1000种、10000种的不同层次的理解，是吧？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那个恶劣的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有些人他不讲理，是吧？那不讲理当然就是很不理性，对吧？他不跟你讲理嘛。但我说嘛，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有可能是很理性的，是吧？因为他讲理讲不过你，他跟一个大学教授讲理，他不亏了，跟你胡搅蛮缠赚回不少。你可以拿这个例子去想，就是什么理性，它那个意思是层层叠叠的。就说我们符合三段论的那个理性，那都刚开头。它还没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呢，它跟生活结合在一起，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呢。
特别在今天，就在网络上，我们动不动就讲其他人都很不理性，好像我们特别理性。这个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么想是错的，但是还有好多可想的吧，至少。回到你这个话，就是说把理性跟目的、跟信念连在一起。那它怎么连的？能连不能连？这就是天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讲不了很多，试着走一步。就是呢，我的感知有没有个这个理性的问题？那么我最愿意举的，我觉得比较清晰的例子就是幸福感。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说那个，2/3人都在受苦受难，就我们的幸福，我们就是有幸福感。那么你要把幸福感跟幸福等同起来，我们就很幸福。但是这个等同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就很缠绕，这就很缠绕。这个问题好像威廉斯他有某种解答，然后 OK， 他会承认你个人的感觉，他同时又会说，比如说，假如说我们一个人有那种真诚的倾向，对真理的这种渴望的那个，你会去探寻到这种幸福感的路径，以及它的外部环境，以及相应的权力的分配啊等等这种，我觉得他好像经过这一套分析，大概能够解决这种 OK 两边都有理的这种争论。OK， 你要是觉得威廉斯把这事已经给他说的差不多了，那你要能告诉我们他怎么个清楚法？我就是觉得他没说清，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出来的，就是他这个求真，它有很大作用来澄清我们的这种情感了，但是它会触碰到类似于边界。如果你那么说呢，就我们都觉得那个通过好多事情，我们通过反思来求真的是吧？求得真实的但是呢。我们那个反思呢，又有一定的，就一直反思下去也不见得怎么着。这个我曾经套用过阐释与过度阐释，我就把它叫反思与过度反思。那么，这是会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清楚，就是呢，这种真呢，它的确跟科学的那种求真不一样。就科学求真，它就是最后要一个赤裸裸的对象，就那个东西是真的。而我们在人生中的这种反思，什么时候达到真呢？并不是达到那赤裸裸就真的，是吧？就是说我跟我太太分家，到底是谁贡献了多少？最后算清楚了就真了，不一定，但是算清楚可能就没有真了。也就是说这种问题就根本不是一个你我有答案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思考的题目。对，其实都无所谓，就像这种问题，就说你可以想一辈子，你永远可以通过你的思想，受益。但如果反过来，你说，对于人生啊、社会啊，就无所谓真不真，就是好不好就行了，是吧？我就说不能，因为人生的好不好跟真不真能连着。我被欺骗，我倒是觉得挺好，但它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它不真。这是刘海英吗？对。对，我陈嘉映，对，这个我就不懂了哈。就是从您的1968年的9月一直到这个月，一共是51年09个月。对的。你身份证证件复印了吗？对，这个身份证证件哈。好，那个还有一张银行卡号。OK。那您的工资7月份开始拿，退休工资。OK。那行。有事你我就电为那个企业银行叫了一个，好嘞，好，谢谢啊，还能跑一趟。没事。
师问题说，现在国内大学生或者说学哲学的大学生和80年代相比有什么区别？ 80年代的时候呢，哲学还是蛮热的，一个缘故呢是当时呢，年轻人啊，都对这个时代啊、国家呀什么都考虑的很多，就是那个时候个人的东西考虑的不多，也没有什么很多可考虑的，所以跟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呢，这方面差别就非常非常大。现在的年轻人学哲学呢，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动机吧，就是有的是他个人的困惑，有的是他从科学上来的困惑，但在很大程度上呢，他还是对这个学术本身有兴趣。实际上80年代初的时候啊，与其说是对哲学学术有兴趣使这些人来学哲学，还不如说他是对大问题有兴趣。我觉得我说的这一点呢，应该还是比较明显。还有一个他说，作为00后，我们没有经历过80年代，个人认为这一代的人有愤怒的力量，但是00后处于信息高度发达的环境，反而更缺乏了个性与自我。想向各位请教，各位的感知是怎么样的？现在我感觉可能变成了一个愤劳的一个时代，年轻人还是比较平静、比较平和。我觉得一个人愤怒一定是有原因的，就像我们做音乐一样，就是说我们的表达是因为我们内心有需求，我们在发现社会中更多的问题，同时也在渴望社会给我更多的反馈。其实愤怒也需要一个支点，然后带给人一个观察的视角，包括你思考一个切入点。我不是说它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它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留下了一点点痕迹，就是一点点痕迹。这就是我来说，我要说我的现实。这帮人在哪儿？现在，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想这个问题。80年代给我们带来的东西，现在还在延续吗？我觉得今天晚上对话的对象都是真正去用心表达的，这是我最想谈论这个话题的一个群体。所以我才说出这句话：艺术家应该产生信誉，而并不应该看着社会的问题不说。我觉得一个人真正产生社会价值，要的是他的态度，而并不是要他的学问。这个不敢说话了。有人在线吗？做这种事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呢，他们就是逮着机会就做自己想做的事。对，我当然了，就是凡是找到我的人，我呢，我一方面我就格外的尊重，一方面我就格外的会就觉得太难了嘛，就哪怕就是说所谓严肃节目，它也分了好多级别。你比如说安乐死是严肃节目，但是呢，这还可能。有说还能成为热点，对，或者呢，哪怕再退回来说学术，那可能历史又好一点，历史又比哲学好一点，是吧？就这个就属于那种难而又难的那部分了，就是最难的，对，最难的那部分了。所以我，就是难度太大嘛，就是难度太大。我们希望让公众了解一种不一样的精神生活，其实是一个最原始的动因。我们希望能够留下有价值的精神活动。对我，给你讲一个布迪厄的故事，好像关于法国教育的一个什么 argument，然后呢就请布迪厄去法国哪个电台，那布迪厄是一个
介入型的哲学家，让他自己有那种责任感。当时就答应了，去了，辩论了 ，OK。后来，等他在看这个电视的时候，他完全懵了。就这么一做之后呢，变成了一个 argument show。你一个观点，我一个观点，你一个论据，我一个论据，啊，特别热闹。最后，半斤八两，一点都没有那种追求真理的那种冲动，就是一个好看。从此以后，他再没上过电视，就是你看，星星已经那么亮了。我在看他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看着我？我爱青山多妩媚，想青山见我应如是。初恋歌曲，太烫了啊！小心，这都是对，您小心。对，这就很有哇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我总是希望我对这世界还能保持一点理解，但是不可能所有事情都理解。如果他来杀我们家的猫，我是要跟他拼命的。他们认为就是衰老是一种病，可以治的。所有的这些自然中的缺陷都是可以用技术来解决的，就是特别强烈的一种乐观主义。今天的科学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解释人的思维过程本身是什么，大脑怎么活动，大脑有什么思想，所以他说有思想。你看他不相信大脑，我当然不相信，那就没话说了，是吧？看低生命是要为归低生命铺路的。我不是啊，我不这么倾向。疼痛这个概念，脑机接口，趣味判断， C 神经元放